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，糖尿病人能否迈过70岁这道坎，就要看2项的指标控制的怎么样。70岁的人走了，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有点可惜，走得有点早。现如今，我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8.4岁。70岁前死亡被称为是过早死亡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糖尿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密切相关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对糖尿病控制不加重视的人，即便活到了70、80岁，各种并发症也会使生活的质量大打折扣，尤其是医疗费用花费巨大，大大的增加了家庭的负担。一项涵盖我国31个省份的成年人糖尿病数据分析显示，仅有 20.1% 的患者对糖尿病实现了最佳控制。如果这一比例能够提高到 70%， 糖尿病患者中70岁前死亡的人数将减少 7.1%， 糖尿病以及并发症治疗的医疗费用将减少 14.9%，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。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约为 1.8 亿，如果 70% 的糖尿病得到了最佳的控制，将有1200多万糖尿病人避免在70岁前死亡。不要认为这样的事与己无关，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中的一员，这样的风险就会存在。有点可惜，走得有点早就可能会发生。因此，对于糖尿病一定不要大意，积极干预治疗是必要做的。那么，上述说到的最佳控制标准是什么呢？柳叶刀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出的标准是：糖化血红蛋白低于 6.5%， 血压低于130/80毫米汞柱。对于糖化血红蛋白这项衡量血糖控制效果的指标，70岁以下的人应当严格的控制。70到80岁尚没有严重心脑肾并发症的人，控制目标可放宽到 7%， 年龄大于80岁的高龄老人，控制在 8% 是可以接受的。对于血压的控制，糖尿病人不能以140/9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诊断标准来衡量。大量的研究显示，糖尿病患者收缩压每下降10毫米汞柱，心脑血管病、肾病等的发生风险将下降 28% 和 34%。 此外，在这2项指标控制达标的基础上，还应当对血脂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加以控制，至少应该控制在 2.6 毫摩尔每升以下。存在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时，应至少控制在 1.8 毫摩每升以下。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脑血管病，则控制目标为小于 1.4 毫摩每升。检查一下你的这些指标控制在了什么水平，是否达到了最佳控制的标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做到最佳控制的糖尿病人，可以与正常人一样享有该有的预期寿命，且越早控制达标，获益越大，花费越少。最终研究显示，将这2项指标控制达标，过早死亡、大血管病变、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分别下降了 50%、45% 和 40%。 控制好这2项生理指标是长寿的基础，做好5件事是长寿的前提，两者在获得长寿中同等重要，各起 50% 的作用。根据人生100岁不是梦的记载显示，美国1300万糖尿病人中就有 30% 能活到80岁以上，中国80岁、90岁的高寿糖尿病人也不罕见。这些数据都在说明糖尿病人同样能够长寿。如何能够成为长寿糖友？联合医学界的众多真实案例，综合遗传、心理、生活习惯、饮食环境等多个因素，最终我们整理了这5个长寿的抗糖秘诀，或许能给你带来帮助。1、生活方式调整。我们知道糖尿病是遗传基因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遗传基因改变不了，但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变的。糖尿病患者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了饮食、治疗、运动、戒烟戒酒、控制体重等。像刊登在著名期刊《糖尿病治疗》的研究发现，体重与寿命呈现 U 型的关联，
因此，糖尿病患者宜保持体重在标准的范围内，即 BMI 在20到24之间，男性脂肪百分比不要超过了 25%， 女性不要超过 28%。 统计数字显示，大约 60% 的糖友死于心血管并发症或者是相关的问题，因此保护心脏功能至关重要，需要控制各种的心血管风险的因素。除了体重控制，糖友还需要监测心率，维持最佳的心率在每分钟60到70次。如有必要，医生可以建议药物控制，以防止心动过速。选择食物时要确保膳食均衡、多样化，包括混合米饭或者是薯类在主食中，适量的摄取优质蛋白，如瘦肉、大豆、水产品和蛋奶制品，同时避免油炸食品以及富含油脂的食物，如肥肉和动物内脏。戒烟和限制酒精的摄入有助于延长糖友的寿命。戒烟2到6年后，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 17%， 从不吸烟的糖友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 41%。 此外，长寿糖友几乎都有每天运动的习惯，而糖友需要特别关注防止肌肉流失。踮脚和深蹲有助于增强下肢的力量，而取小哑铃可以激活上肢的肌肉。建议糖友每天至少散步半个小时以上，避免长时间的静坐，随时起身活动。如果做到自觉的管住嘴，增加运动，控制体重，戒烟限酒，即使糖尿病不能根除，心脑肾等重要脏器也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。2. 保持好心态。我接触过的活得长寿的糖尿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心态好。历史上知名的宋代诗人陆游给我们留下了9000多首诗词，可谁能想到这位名垂青史的作诗家的另一面竟是一个86岁的长寿糖友呢？他的一生活得痛苦又积极，痛苦的是病痛折磨，积极的便是他苦中作乐、顽强不屈的心态。许多90多岁的糖友仍然非常的健康，即使患病30-40年也无大碍。关键就是要管理好各种的因素，积极的对待疾病。3. 不擅自停药。糖尿病是慢性病，彻底根治很难，所以要做好长期坚持服药的准备。血糖降下来以后可以考虑停药，但不能盲目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将药物胰岛素逐渐的减量，直到停药。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，仅通过饮食治疗和运动治疗，血糖即可控制在目标范围内，是可以慢慢停药的。总而言之，得了糖尿病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做好上面的点，并持之以恒，健康长寿就不远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